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把中国现在的矛盾，从官方提出的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抛在一边，从本质上能够看到中国现在矛盾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求永久执政与人民追求自由生活的矛盾。人们目前只有一个追求幸福自由生活的愿望，其实它很紧迫，在中国的个别地区，它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必要。中国有很多让人们感觉到非常惊讶的这些地区，它长久以来都是热点。他们集中的人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中国是一个非常难以均富的国家，因为我们历史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基本上是在一个框架内生活。我们的北方是极寒地带，我们的东方是大海，我们的西方是沙漠，我们的南方也是大海。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是生活在我们认为的中原地带。那么这个中原地带，人们栖息生活几千年来，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我们知道有一条胡焕庸线，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南北分割线，或者叫供卵线，是吧？因为北方有采卵，那么南方在北方人眼中就属于那种贼冷，是吧？我经常遇到一些北方的朋友在南方遭遇冬天的时候，零下10来度就冻得鬼喊乱叫了，因为他认为你没有暖气，是吧？这整个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让他整天打空调吧，他也付不起这么多钱，所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么南方人到了北方也会不习惯，出门穿得像球一样，回家你可以打赤脚，穿个汗衫，是吧？因为家里面的暖气基本上你都是可以调节的，正常都在20多度，就室内温度达到20多度，而且一年下来你的供暖费并不是很多，大多数有工作的人家都是付得起的。那么北方人口相对比较低，南方尤其是沿海地区始终是中国的发动机。中国人一直认为北方的北京是政治中心，其实在南方也有政治中心。100年来出现了广东、武汉、南京、上海，都曾经是南方地带的政治中心。北方只是一个抗击外辱的地方。从明朝开始提出的天子守国门到清朝这个东三省一直有很大的外部世界割占中国土地的压力。其实我们也知道，俄罗斯沙皇时期割占的中国土地是中国损失最多的。那么日俄战争带来的东三省问题也很严重，所以北方作为长久的战乱地带，一个胡汉杂居的地方，其实人们拿它不是有很多办法的。中国从隋炀帝开始，从大运河开始，就涉及到一个南方相对比较富庶的地区，南粮北运的问题，所以明清两代漕运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渠道。那么由北方供应粮草，由南方供应粮草来维持北方的运转，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模式。那么到了现代中国呢，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北粮南输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难以持续的问题。
今后的中国也会存在这些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因为猪瘟开始，那么生猪的调拨在全国范围内被得到了限制，那基本上除了冷链运输以外，其他运输方式都已经被隔绝了。跨地区的生猪调拨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粮食调拨中其实还是有跨地区的，因为全国的储备粮库不仅分布的不是很均衡，而且还涉及到这些做假账的问题。今后的中国从粮农问题上一定会出现一个爆发，这是谁也按耐不住的问题。中共一直在说他们可以购买全世界的粮食，因为中国的粮价已经高于市场价了，国际市场价格比中国实际的粮价始终是在一个低位上，因为人家是用大工业化的生产。中国从土地现状来看，不具备大农业的这个基础，所以农业问题呢，一直认为买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有一个前提，你一定手上要有美元，你在一个国际经贸体系中，你能借助这个体系不断的能挣到美元，你才能用挣得的钱来购买你所缺的资源。那么粮食始终是一个常年保持的这么一个大头，因为中国是石油和粮食两个领域内的纯进口国。其实在电子芯片这些现代科技这些领域内也是纯进口国，但是一般人不太愿意提及它，很伤面的是吧？中国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强大了。这个世界呢，有几个问题始终是人们回避不了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口在暴增。那么地球已经明显的体现出没有可能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了，最起码不可能用高标准来供应全球70亿甚至未来90亿这种人口使用地球目前的资源。地球的资源不是源源不断的能够供养的整个世界的人口，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其实出现过类似的探讨。最出名的是1995年，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组织了一次大约有500个政治、经济、科技界的精英召开的会议，参与的人员有老布什，有撒切尔夫人，有很多经济学的专家，甚至有投资银行的索罗斯，有科技界的比尔盖茨，那么包括政坛新秀，像英国的布莱尔这一类的都参加了。我们知道布热津斯基提出过一个观点，把人类分成20%的精英人口和80%的垃圾人口。关于这个会议以及因为这个会议而产生的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使用转基因，甚至后来出现了一些针对某一个族群的病毒，譬如说非典在亚裔中的死亡率比其他人种更高。所以30年来，20多年以来，是吧？这个猜测阴谋论一直没断过。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极左方面的这些网站，还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国研究这一类会议的这些文章，有一些夸大了，有一些呢说的是实话。那么中国转基因确实是从90年代开始普及的。关于转基因对中国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一直有争论。转基因对人类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那么支持转基因和反对转基因这两种声音都很强，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是等着被饿死还是得肿瘤死？得肿瘤死最起码你还能拉动医疗，是吧？医疗产业。所以在中国这一类的新闻，每当社会矛盾到了一个爆发点的时候，都会被提出来。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人开始提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原先转基因的骑手已经被限制出境了，在国内涉及到这个问题，谈到最后呢，就涉及到政治派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转基因被引入中国是通过中国农业部，那么牵头最主要的人是超越于中国各部委的邓小平的女儿邓兰，是由她领头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跳出来反转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感觉到是螳臂挡车你肯定没有办法来隔绝这个问题。中国这几年发生了一个驱逐低端人口，其实跟这个精英人口、垃圾人口这种分类是遥相呼应的。我记得在95年的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不可能在引入经济自由的同时完全不带入政治自由。所以针对1995年的这次会议，你不可能把它完全理解为一个闭门的阴谋，其实它总还是有一些积极的地方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人民表达自己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觉醒。因为经济在发展，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养成了一些追求自由民主的这种愿望的人群，这种人群达到一定数额以后，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有追求政治民主的意愿。这个意愿有可能是被非常委婉的在微博上，在一些自由可以活动的媒体上相对比较含蓄的表达出来的。当言论受到钳制，人们会感觉到不舒服。当经济生活的品质明显下降的时候，人们会把这种怒火在中国各个热点地区借助一些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这种表现。中国所有的变化涉及到全社会的，其实都是有原因的。长久以来，人们压抑着心中对自由的渴望，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这种恐惧它是很难持久的，因为一个人在政治上的追求，当他是个体表现的时候，往往会很孤单，甚至相当的被孤立你会让人感觉到你意识太超前了，如果你再往前迈一步的话，你极有可能就会变成烈士。那么当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出现硬着陆的时候，其实人们心中的这种愤懑它极有可能会演化成行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所有改革、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这种新思维，这种思潮就很难被压制了。我们知道中共正在往计划经济的轨道上去切换，但是这个切换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当人们已经尝试过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喜悦和成功之后，你再让人们无条件的服从你的幻想就不太容易了。我们期待的整个社会能够有觉醒的这么一天，在中国能够引起实质性的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这种行动。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之前
可能会伴随着经济上的阵痛，人们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但这种痛苦期，其实我们很难避免它也是激发人们追求自由的动力之一。从根子上说，在中国，这可能是最大的动力，因为只有痛苦，只有让人们流自己的血，才会真的唤醒他们。好了，谢谢大家，再见。